兢兢业业工作5年，终于升为部门销售经理。正当我以为能就此平步青云，迎娶白富美时，不曾想总部空降一个女领导，直接击碎了我。江13，没看大家都站着吧？没点眼力劲，给你介绍下，这位是总部空降的执行总裁刘如烟，刘总。从今天起，客户部直属刘总管辖。张总的一番话让我听得有点不知所措。昨天还对我笑脸相迎，百般恭维的张总监，此刻正佝偻着身子跟在新来的总裁边上，那副唯唯诺诺的奴才相，比昨天的热络判若两人。刘总好，我是江13。不过张总，昨天的任命会上您不是说客户部以后由我全权负责吗？那是昨天的安排。江13在刘总面前哪有你说话的份？还不快把你的东西收一收！哼，江13，我知道你。听说你在客服部待了5年，真是够久的。张总监说你经验丰富，但在我看来，经验多往往意味着思维僵化。经理的位子你先别想了，名牌我先收回了。刘总，这不公平。职场不谈公平，正好我带过来的小王缺个助理，你这种老员工最适合干些拎包打杂的杂活，你要多配合小王，听明白了吗？听着柳如烟的话，我顿时火冒三丈。当我正想要开口说话，柳如烟便向门口招手，门被推开，一个头发梳得油光锃亮、穿着紧身西装的年轻男人走了进来。王唐。什么王唐？以后你要叫他王总，这就是我要和你说的安排。小王虽然年轻，但他在国外留学回来，思维活跃，更有管理潜质。从今天开始，客服部经理的位置由王腾接任。至于你江13，你就在旁边多辅佐辅佐，毕竟你是老员工。要是小王工作出了岔子，我唯你是问。王唐，他连客户分级 ABCD 都背不下来。嘿嘿，13哥，以后还得仰仗您多教教我，毕竟我在管理上还是新人，具体的累活不实操工作还得辛苦您多担待。好一个担待，合着是让我干经理的活，拿助理的钱，还要背锅，最后功劳全是你们这对卧龙凤雏的。我在智选科技拼了5年，把客服部从只有3台电话的破烂摊子带到现在，凭什么让给这么个草包？哼。行，既然刘总觉得新人思维活跃，那我这种思维僵化的老人就不瞎掺和了。张总监，刘总，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服从安排。留下这句话，我转身就走。出门前听到柳如烟一声嗤笑，算你识相。我回到以前的工位，周围的同事立刻围上来。平时跟我最好的小周一脸焦急递过来一杯咖啡。13哥，怎么回事？刚才看张总监把王腾叫进去，现在又趾高气扬的走出来，还挂着经理的牌子，那位置昨天在会上不是说是你的吗？我接过咖啡，慢悠悠地喝了一口，点开电脑桌面，把所有正在跟进的 VIP 客户文件夹全部设置了加密，然后点击了退出登录。以后叫王经理，我也只是个打杂的。小周，记住了，从现在开始，除了你自己分内的事，多余的一概别管。可是鼎盛贸易那边，哼，没有什么可是，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咱们这些思维僵化的老员工得学会休息。看着王腾搬着东西大摇大摆地住进了本来属于我的独立办公室，还把百叶窗拉得严严实实，我心里反而异常平静。我也想看看这2个草包能翻出什么浪花来。报应来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快。当天下午，部门大群炸锅了。我们的核心客户鼎盛贸易的技术总监李哥直接在群里发了一段乱码报错的视频，后面跟了3个血红的怒火表情。怎么回事？后台订单全部卡死，几百万的货发不出去。上午刚交完服务费，下午就给我玩这一出，谁是负责人？出来！我看着群消息，要是往常，我早就私聊安抚，顺便提着刀去研发部守着修 bug。但现在，我默默把手机调成了静音，打开了连连看。片刻后，王腾终于从办公室里冲了出来，手里拿着手机，脸比纸还白。江13，这鼎盛贸易的系统怎么回事？他们老总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你快去处理一下啊！我头都没抬，鼠标在屏幕上点了飞快。王经理，按照公司流程，系统级故障属于重大事故，需要经理级别以上权限发起跨部门工单，还要总监签字才能调动研发部紧急响应。您是经理，这流程您肯定比我熟啊！再说了，刘总说了，我这种老员工思维僵化，怕乱了您的新部署。你存心的是吧？王腾指着我的鼻子，手都在抖。这时候，柳如烟踩着高跟鞋噔噔噔地走了过来，那股昂贵的香水味直冲脑门。吵什么吵？一点小事都处理不好。王腾，你是经理，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度。江13，现在是公司危急时刻，你作为老员工坐视不管，这就是你的职业素养，立刻去联系研发部解决。刘总，刚才研发部老张在群里说了，他们现在忙着做新项目，没空。您是总部来的大领导，又是执行总裁，面子大，要不您在群里发个话，我想研发部肯定得听您的。我要是去说，人家一句你算老几就把我兑回来了。柳如烟被我这几句话噎得脸色发青。哼，好，很好，看来你们客服部平时就是这么被惯坏的。他拿起手机，在50人的项目大群里直接艾特了研发部总监，语气那叫一个颐指气使。客户系统瘫痪，作为服务部门，请立刻停止手头所有工作，优先处理鼎盛贸易的问题。我们要有客户至上的精神。
然而群里死一般的寂静。过了足足3分钟，研发部老张回了一句：不懂技术就别瞎指挥，排期是总部定的，插队找 CEO 签字。还有，你谁啊？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就在这时，前台小妹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手里举着一直在响的手机。刘总、王经理，鼎盛贸易的老板带着律师在大厅，说是要终止合作，还要起诉我们违约赔偿2000万。他说10分钟内见不到能主事的人，就直接发律师函。什么？你们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跟我下去！哪怕是跪，也得把人给我稳住。还有你，江13，你也跟着。要是客户问起来具体细节，你负责回答。哼，刘总，刚才您不是说我思维僵化，不适合在客户面前露面吗？而且我现在只是个打杂的，这种高端局，我怕给公司丢人。少废话，这是命令，出了事你担得起吗？我耸耸肩，跟在他们身后晃晃悠悠的进了电梯。电梯门一开，李总那咆哮声就钻进了耳朵。人呢？负责人死哪去了？这就是你们智选科技的态度。王腾立刻换上一副讨好的笑脸，小跑着迎上去，伸出手想去握李总的手。李总，您消消气，我是新任的客服部经理王腾，也是刘总亲自提拔的。李总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把王腾伸出来的手晾在半空。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要找江13，只有他懂我们的系统配置。眼看事情要不可控，柳如烟连忙走上前，摆出一副职业假笑。李总，我是总部派来的执行总裁柳如烟。江13因为工作调整，已经不负责具体业务了。王经理虽然年轻，但他拥有国际视野，我相信。我看你有病吧！李总直接把一份解约函甩在柳如烟身上，纸张散落一地。我的货在码头堆着发不出去，每1分钟都在烧钱。你跟我谈国际视野，你的视野能帮我清关吗？我现在就要江13给我解决问题，立刻马上，否则咱们法庭见。柳如烟被吼得倒退2步，她转头看向躲在人群后的我，眼神里终于露出了慌乱。江13，你还站在那里看戏？客户点名找你，你还不快去解释？刘总，这不合规矩吧？我现在没有系统权限啊！您刚才亲自下令撤了我的账号，把权限都移交给王经理了。我要是私自操作，回头您再给我扣个违规操作的帽子，我这5年工龄的赔偿金不就泡汤了？13哥，我的亲哥，你就别在这个节骨眼上卡 bug 了，你就当帮兄弟，先把李总哄好，行不行？哼，别介，王经理，您是海归精英，我哪敢当您哥？再说了，刚才研发部不是说了吗？没空，没有研发部配合，我就是个神仙也修不好系统啊！李总看着我们在这一唱一和，冷笑了一声，对身边的律师挥了挥手。行了，看来智选科技是没人了。张律师，发函吧，终止所有合作，启动索赔程序。我们也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去联系这家的竞品公司。李总说完转身就走，柳如烟彻底慌了，她顾不得形象，一把抓住李总的胳膊，声音发颤道：李总，您消消气，这是误会。江13因为工作态度问题正在反省。哼，反省？我看该反省的是你们。李总那句反省的是你们，震得大堂嗡嗡作响。13，跟我走，鼎盛那边专门给你设个运营总监，不用敲代码，也不用受气，你就专门负责帮我盯着那帮不懂业务的技术宅，怎么服务客户，你说了算。全场死寂，柳如烟的脸涨成了猪肝色，她死死盯着我。我看着手里那张工牌，那是5年前发的。那时候智选科技还只是个小作坊，流程混乱，系统天天崩。是为了不让客户流失，我一个个电话打过去赔笑脸。为了一个加急单，我能买2包中华烟去库房求管理员老赵通融。这5年，我把自己活成了公司的补丁。哼，刘总、王经理，既然你们觉得客服就是接电话、填表格，那我就不占着茅坑不拉屎了。按照公司规定，普通员工离职只需提前3天申请，但鉴于刘总您刚才当众免除了我的职位，让我打杂，我想我现在就可以走了。江13，你以为你走了公司就不赚了？别太把自己当回事。所有的客户资料都在 CRM 系统里，所有的流程都有 SOP。哼，缺了你，地球照样转。王腾是海归，他懂得现代化管理比你多100倍。那是自然，王经理是做大事的人，肯定看不上我那些野路子。交接工作嘛，所有客户的联系方式都在系统里，所有项目的进度都在公盘里，密码是公司统一的内部密码。至于其他的，我想王经理思维活跃，一定能搞定。说完，我转身对李总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李哥，走，我知道附近新开了一家私房菜，味道特正。李总哈哈大笑，揽着我的肩膀，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留下柳如烟和王腾在原地，看着周围员工指指点点的目光，气得浑身发抖。切，装什么装？不就是个高级接线员吗？系统里都有记录，我照着念还不会。在我离职2天后，王腾坐在经理办公室里，翘着2郎腿，手里转着笔，他觉得很爽，终于不用看我的脸色，现在整个部门都归他管。那个谁，小周是吧？以后所有客户的诉求必须严格按照 SOP 流程来，先建单，再分级，然后转给相关部门，严禁越级上报，严禁私自承诺客户，我们要规范化、国际化。小周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看到王腾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好的，王经理。就在这时，前台小妹冲进办公室，一脸焦急。
王经理，华南商贸的刘总电话说货卡在上海仓发不出来，那是他们双12的预售款，再不发货就要赔违约金了。急什么？让他走流程，你去告诉他我已经发起工单了，仓库那边会在48小时内响应。可是以前江经理在的时候，这种急单都是直接给仓库老赵打个电话，半小时就能出库的。现在我是经理还是他是经理？我们要讲规矩，给老赵打电话那是违规操作，那是走后门，你就按我说的回。前台无奈只能照做。10分钟后，华南商贸的刘总直接在 VIP 客户大群里艾特了柳如烟。你们什么意思？让我等48小时？以前江13在的时候，从来没有超过1小时。你们是不是不想干了？柳如烟看到消息，皱着眉头从办公室走出来。王腾，怎么回事？怎么还没解决？刘总，我按流程走的啊，系统显示仓库那边状态是忙碌中，我有什么办法？那个江13以前肯定是违规操作，惯坏了客户。那就去催仓库啊！王腾拿起电话，拨通了仓库主管老赵的内线。我是客服部新任经理王腾，那个华南商贸的单子赶紧给我发了，我是刘总亲戚，要是耽误了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王经理呀，不好意思啊，系统里显示今天排单满了。按照公司规定的第12条，插队需要运营总监、财务总监双签字，还要提前3个工作日申请。您把手续补齐了，我立马给您发。你以前江13怎么不需要签字？13那是以前帮我扛过来，过年还来我家给我妈修过暖气，我有空车位都是给她留着的。你公事公办吧。王腾傻眼了，他以为的流程，在老油条眼里就是废纸。在我离开的3天后，整个客服部乱成了一锅粥。柳如烟看着桌上一堆解约函和投诉信，头发都要抓掉了。总部的质询电话一个接一个。柳如烟，这周你们分公司的客户满意度怎么降到了20%？华南商贸、宏达电子都在投诉，那个王腾到底在干什么？那个江13呢？把他找回来！柳如烟挂了电话，咬着牙看向站在一旁瑟瑟发抖的王腾。你不是说你是海归精英吗？你不是说管理很简单吗？为什么仓库不听你的？为什么财务不配合你？为什么研发不跟你对着干？小姨，不，刘总，这帮人太刁民了，他们就是故意整我。那个江13肯定给他们灌了迷魂汤。没办法了，解铃还须系铃人，去找江13。无论如何，哪怕是跪，也要问清楚他是怎么搞定这些事的。特别是那个华北渠道商的张总，除了江13，谁的电话都不接。明天就是续约截止日了，这一单要是黄了，我也得滚蛋。与此同时，我和李总正喝着小酒，聊着鼎盛新客服体系的搭建。就在这时，门被推开了，柳如烟带着王腾走了进来。他的脸上少了之前的高傲，看起来憔悴了不少。王腾更是像个双打的茄子，跟在后面头都不敢抬。哼，哟，这不是柳大总裁吗？怎么，这是来视察我们这些僵化思维的老年人生活？李总，您说笑了，我也正好来这吃饭，没想到这要巧。13啊，最近过得还好吗？挺好的，每天准时下班，不用半夜接电话，也不用教具应用 Excel， 还得谢谢刘总成全。那个13，公司最近遇到点小困难，华北渠道商的张总你熟，你能不能帮忙打个电话？只要你帮这个忙，以前的恩怨一笔勾销，而且我可以给你发一笔咨询费，2万不5万。话音刚落，我放下筷子，看着他，这就是柳如烟。到这个时候了，还以为一切都是交易。哼，刘总，您搞错了一件事。张总愿意接我电话，不是因为我叫江13，而是因为3年前他老丈人生病住院，我在医院陪跑了2天，帮他挂号拿药。是因为去年他公司资金链断裂，我冒着被骂的风险，帮他申请了延期付款，让他缓过了一口气。服务不是 SOP， 不是冷冰冰的流程，是心。我在智选科技5年，累积下来的不是数据，是信任。这种信任，您觉得是王经理这种连人家名字都记不住，只会拿公司规定压人的人能继承的吗？江13，你别给脸不要脸，你这就是故意做局，你早就知道我们搞不定，等着看笑话。王腾话音刚落，我猛地站起来，声音提高8度。做局，王腾，我走的时候，所有资料都交接的清清楚楚，联系人、电话，甚至每个客户的喜好备注都在系统里。是你自己傲慢，是你自己觉得那些备注是废话。你看过那个 Excel 表格的最后几列吗？宏达的王会计忌讳4，华南的刘总只有周2下午心情好，仓库老赵吃软不吃硬，我都写了，是你自己把它删了。你说那是垃圾信息，现在你跑来怪我。王腾被我吼得倒退2步，脸色煞白。他确实删了，他觉得那个表格太乱，不符合他简洁高效的审美，直接删掉了备注栏。删了，你把那些都删了，那可是5年的客户关系维护记录啊。行了，2位请回吧，这顿饭挺贵的，别坏了我们胃口。至于华北的张总，不好意思，他上午刚跟我签了合同，以后他是鼎盛的客户了。柳如烟身子一晃，差点摔倒。他知道最后的一根稻草断。最后智选科技分公司因为业绩断崖式下跌，被总部强行接管。总部派下来的调查组非常高效，不仅查
查出了业务崩盘的原因，还顺带查出了柳如烟任人唯亲、王腾虚报学历和费用的问题。柳如烟被直接开除，并被行业拉黑。据说现在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公司做行政主管，天天被更年轻的老板骂。王腾因为涉嫌职务欺诈，被公司起诉追回之前的工资，还要赔偿因失误造成的损失。他那个海归的假文凭成了圈子里的笑话，而我成为鼎盛贸易技术中心的一把手。